身为1976年一个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废物猎人，我却把一头能生吞活人的雪原狼像死狗一样扔在了院子里，就连村里最凶狠的地痞都被我一脚踹飞2颗门牙，甚至还被我用刀死死抵住了大动脉。全大队的人都以为我必死无疑，只因昨天我刚摔断了腿，连亲奶奶都叫嚷着要把我扔进山洞喂野兽。然而却没人知道，那个窝囊废昨天就已经死了。此刻拥有这具身体的是经历过无数战火洗礼的顶尖军医。当我拔出那杆褪色的红缨枪时，整个长白山的猎物和村里的恶霸都将迎来真正的噩梦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感觉身体像被撕碎，万万没想到一股陌生的记忆宛如潮水般涌入脑海，我竟然穿成了一个同名同姓的18岁山民。原主昨天上山打猎不小心滚下山崖昏迷不醒，连赤脚医生都说只能去县医院碰碰运气。此时昏暗潮湿的房间外传来令人窒息的哀求声，娘，我得赶紧带大林子去县医院，你能给拿点钱吗？我哪有钱啊，他伤那么重，能救得活吗？紧接着就是一个刻薄到极点的声音，你这个病秧子还有脸说，大儿子挣的那点钱早被你们败光了，咱们都分家了，凭什么给你钱？那是原主的亲奶奶。面对如此绝情的老婆子，我那苦命的母亲齐翠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娘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您救救大林子，我没了丈夫，不能再失去儿子。谁知老太太冷哼一声，磕头也没用，不过我倒是有个搞钱的法子。隔壁大队的刘大奎看上芬芳了，只要芬芳嫁过去，他愿意出30块钱。听到这话，我母亲的声音瞬间变得尖锐，不行，芬芳才10多岁，刘大奎都40多了，他老婆就是被他打死的。芬芳可是我不到15岁的二妹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奶奶？我实在忍不住了，直接从炕上跳下来，哪怕步履踉跄我也要冲到门口。我怒目圆睁，死死盯着那个老太婆。老巫婆，你休想打芬芳的主意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小黑影激动地从地上爬起，哥哥，是哥哥。那是我7、8岁的小妹江绵绵，她满心欢喜地跑向我，差点摔个跟头。小丫头扎着马尾辫，脸上全是冻伤，身上穿着一件满是补丁，连袖口都油光发亮的破棉袄。她仰头看着我拍着肿胀如蛤蟆的小手，又蹦又跳，怎会冻成这样啊？我心疼得简直要滴血，只能冲她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大林子，你快把娘吓死了！母亲齐翠娥捂着嘴，泪水如决堤般涌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声回应：娘，我好着呢。没想到老太太嘴角微撇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谁知道有没有内伤？就算醒了，还不是没钱治。她竟然还在打那个恶毒的算盘。翠娥，刘大奎的事你考虑考虑，养这么多赔钱货，除了浪费粮食，啥忙都帮不上。我冷冷地打断她，不用考虑，芬芳不可能嫁人，我家日子会越过越好，您就积点德吧，小心被雷劈。老太太顿时气得跳脚。翠娥，你看看你养的什么东西，竟敢诅咒我！她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，他怕是脑袋摔坏了，会连累你们，不如丢到山洞里，让他自生自灭。要是不听我的话，以后你们哪怕饿死，我也不会管。母亲擦干眼泪，毫不退让。他是我儿子，我绝不丢弃，芬芳也绝不嫁给刘大奎。老太太讨了个没趣，气鼓鼓的甩手走了。我嗤之以鼻，我可是21世纪的军医，在这飞禽走兽泛滥的长白山，怎么可能饿肚子？我发誓要天天带着家人吃肉，馋死这个老巫婆。母亲缓缓站起身，满脸担忧地看着我，我赶紧原地转了几圈，表示自己除了软组织损伤没有大碍。母亲如释重负，可紧接着她又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，芬芳去了后山，我这心里总感觉不踏实。后山，我神色骤变，那里常有大型猛兽出没。几个月前有个猎人被狼袭击，双腿残废，至今卧床，我急得眼眶发红。芬芳那么小，怎么能让她上山？母亲满脸自责，眼泪直流。她听说人参能救你，带着一把青刀就跑了。我没能追上，原来全是为了救我。多么好的妹妹啊！我绝不能让她有任何闪失。我一把抄起门后那杆爷爷留下的红缨枪，娘，我去找芬芳。母亲急得拼命阻拦，天寒地冻，雪又厚，你的身体还没好，怎么能去？我语气无比坚定，芬芳是为了我才上山的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绝不能眼看着她有危险。见我心意已决，母亲含泪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塞进我手里。我摸着那冻得跟石头一样的窝窝头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这就是他们平时的口粮。我不敢单个大步冲进漫天风雪，回头一看，母亲和绵绵正站在院门口痴痴张望。我迈着坚定的步伐，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后山狂奔，寒风刺骨，却让我格外清醒。足足走了2个多小时，依然不见芬芳的身影。从雪地上那凌乱的脚印就能看出她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。谁能想到一个不到15岁的小姑娘竟敢孤身面对整座雪山？我堂堂海外维和军医，就算面对恐怖分子也没这么慌过。偏偏眼前的雪地上触目惊心的印着2滩猩红的血迹，更致命的是旁边那几个呈椭圆形恰似梅花的野兽爪印，这绝对是长白山最凶悍的雪原狼，而且至少有2只。我那还不到15岁的二妹芬芳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要对付雪原狼最好的办法是用枪，可我现在手里只有一杆生锈的红缨枪。我狠狠咽下2口冻得像石头的窝窝头，又抓起一把冷血塞进嘴里，强迫自己冷静。畜生，胆敢伤害我二妹，看我不活剥了你们！紧接着我顺着血迹向前摸索了几百米，突然一声凄厉的狼嚎撕裂了寂静的雪原，我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栽倒，下一秒我宛若灵猴般敏捷地窜上一棵大树，顺着高处望去，远处一棵树上赫然挂着一个人影，我心中一喜，难道那就是芬芳？然而我环顾四周，却连半只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狼的听觉异常敏锐，若是贸然靠近，我的小命也得交代在这里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扯开嗓子拼命大喊：芬芳！
是你吗？风雪中没有任何回应。这么冷的天气，在树上躲了那么久，十有八九是冻僵昏迷了。就在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时，我的瞳孔陡然一缩，眼角余光瞥见一只灰色的雪原狼正悄无声息地逼近。畜生别畏畏缩缩，有种过来吃掉我啊！我折断树枝用力砸过去，谁知这畜生竟在10米外坐了下来，仰头看着我出奇的冷静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发现这只狼的右耳缺失了半块，这竟然是一只被猎人伤过侥幸逃脱的熟狼。目光所及只有这一只，我心一横，决定先拿它开刀。我猛然发出一声惊呼，整个身子直挺挺向后倒去，倒挂在树杈上。结果这畜生果然上当，它宛如离弦的箭，嗖的一下冲到树下，一跃而起。那张开的大嘴里露出令人胆寒的锋利獠牙，见狼中计，我眼中杀意迸射，藏在树后的红缨枪倏然刺出。这一击我几乎压榨了这具虚弱身体的全部力量。待这畜生意识到上当为时已晚，锋利的枪头精准无误地刺入他的右眼，直接从后脑穿出。在巨大的惯性下，我重重砸进雪堆里的枯叶层中。那只独耳狼在染红的雪地上翻滚了几下，就彻底死绝了。就在我刚松了一口气去拔红缨枪的关键时刻，一阵狂奔的脚步声猛然逼近，另一只体型更硕大的断尾公狼竟然朝我迎面扑来，红缨枪还卡在死狼的头骨里拔不出来，我只得拼命侧身闪避。那腥臭的狼蛆几乎是擦着我的头皮掠过。这该死的畜生见同伴惨死，竟发出凄厉的嘶吼。我神色大变，他这是在呼叫狼群。生死关头，我双臂青筋暴起，终于拔出血淋淋的红缨枪。畜生来啊！为了震慑这只断尾公狼，我将枪头上的狼血胡乱抹在脸上，一脚死死踩住那具狼尸的头颅。岂料这断尾狼非但没被吓退，反而发疯般再次冲来。我本能后退，一枪挑向他的脖子，却刺了个空。身形不稳之下，我重重摔倒，衣袖瞬间被狼爪撕出个大洞。还没等我爬起身，短尾狼又扑了上来，近身肉搏让我这柄2米长的红缨枪完全成了累赘。我只能满地翻滚，堪堪躲过致命一击。随着体力疯狂流失，眼前的视线已经开始阵阵发黑。要是再这么耗下去，这具1天多没吃饭的身体必定会先扛不住昏厥过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心生一计，我佯装朝那棵有人的大树跑去，随后脚下猛然便向朝右前方狂奔。这只断尾公狼以为我要逃跑，速度快如闪电的在背后紧追不舍。听着身后越来越近的腥风，我心跳如肋骨般几乎要炸裂。坚持住，就差最后10多米。正当此时，我手中的红缨枪被大树狠狠挡了一下，我只能顺势松手。短尾狼认定我已经毫无反抗之力，张开血盆大口纵身一跃，扑通一声闷响，我向前猛扑，整个身子在冰面上急速滑行出数米，而短尾狼根本收不住脚，直接从我头顶飞了出去。我死死抠住悬崖边的一棵小树，整个身子悬在半空中，低头望去，下面竟是几10米深的万丈深渊。那只狡猾的短尾狼正在谷底绝望的挣扎，这完全是我在树上早就看准的地形，用命搏出的一线生机。我用尽9牛2虎之力爬上悬崖，仰面朝天躺在雪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芬芳！我猛地惊醒，捡起红缨枪，摇摇晃晃走向那棵大树。树杈上果然坐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紧紧抱着树干，头发遮住了脸庞，但我一眼就认出，那正是我豁出命要找的二妹江芬芳。芬芳，芬芳！我连喊了好几声。这小丫头终于缓缓睁开眼睛，见她醒转，我猛地伸出双臂，快跳下来，哥哥接着你。目测距离地面也就3米多高，我身上连根绳子都没带，根本没法把人弄下来，只能在下面硬接。哥，真的是你吗？芬芳的声音虚弱的像游丝一样，我听得真切，心里猛地一酸。是哥哥，快下来！下一秒，芬芳身子一歪，宛若风中枯叶般直挺挺坠下，我稳稳将她接在怀里，两人顺势倒在雪地中。结果凑近一看，我心头猛抽，芬芳的眉毛和鼻涕全都冻成了冰凌子，整个人都已经僵硬如铁。当务之急必须马上生火取暖，更怕狼群顺着气味找过来，必须要找个避难所。紧接着我一把抱起她，一头扎进旁边一个隐蔽的山洞里，目光猛然扫过四周，洞壁上竟然满是人工开凿的痕迹，墙角甚至还死死钉着一根生锈的铁链。好在角落里还有一堆干柴，说明以前肯定有人来过。我摸出青刀，飞快刮下一堆木屑，顺手掏出原主上山必带的火柴盒。转眼间，熊熊火光驱散了刺骨的寒意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芬芳终于缓过一口气，坐起身来。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丫头，这深山老林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我拼死赶到，你小命早没了。我用树枝串起那个冻得梆硬的窝窝头，在火上烤得焦黄，递到她嘴边。这丫头大半天粒米未进，抓起窝窝头就大口吞咽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敏锐地瞥见她手背上有一道深深的血口子，看来之前雪地上的血迹就是这么来的。哥，你上山看见狼没？她满脸污渍，却难掩眼中的极度惶恐。我嘴角一勾，露出一抹冷笑，不仅看见了，还被我宰了。你乖乖等着，我去把狼拖回来，咱们烤肉吃。狼死了，芬芳惊的嘴巴张大的能塞下一个鸡蛋。我把青刀塞进她手里，嘱咐她别乱跑，转身大步迈出山洞。等我再回来时，肩膀上赫然扛着那只小牛犊般大小的死狼。天哪，真的死了！起初这丫头还以为我在吹牛，要知道近些年来根本没听说过谁能单枪匹马猎杀雪原狼。短暂的惊骇过后，她眼里瞬间冒出绿光。她至少大半年没尝过一口肉味了。以前原主上山可是连只野兔都抓不住的废物，一想到马上就能吃上热腾腾的烤肉，她的口水都止不住的流了出来。我利落的用青刀削下一大块筋肉，切成小块，用树枝麻利的穿成肉串。这妮子也没闲着，兴冲冲跑去洞穴深处抱枯叶当柴火。谁知她的手刚伸进树叶堆，却摸到了一个冷冰冰、软绵绵的诡异物件。起初她还没当回事，结果第二次去抓树叶时，那东西竟然疯狂蠕动起来。哥，树叶下面有活物。
我猛地将青刀往腰间一别，一把抓起沾着狼血的红缨枪，倏然起身。我一把将他护在身后，单手举着火把，小心翼翼向前探去。借着摇曳的火光，我终于看清了枯叶下的真面目，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，竟然是一条水管粗细的毒蛇。这大冷天不在地下冬眠，怎么跑到山洞里来了？居然还藏在枯树叶下，这畜生显然被惊醒了，高昂着三角形的脑袋死死盯着我，根本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。这花纹和宽大的吻部，竟然是长白山令人闻风丧胆的毒王白眉蝮蛇。不论是老猎户还是采参客，遇见这玩意都得绕着走。然而今晚绝不能留下这致命的隐患，我眼中杀机毕露，必须斩草除根。下一秒，我丢下红缨枪，反手拔出青刀，用火把猛晃他的视线，另一只手手起刀落，白眉蝮蛇的脑袋瞬间与身体分家，即便是身首异处，那断躯还在枯叶上疯狂翻滚扭曲。我冷笑一声，用树叶擦净刀刃，挑起那条足足1米多长的无头蛇身，直接扔到火堆旁。芬芳别怕，已经死透了。芬芳死瞪大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在他印象中，我可是个连蛇都怕的胆小鬼，今天不仅孤身杀狼，连毒王都一刀剁了，简直像换了个人。这可是见血封喉的白眉蝮蛇，为了保命不杀不行啊！我随口应付过去，转手将狼肉串架在熊熊烈火上，滋滋冒油的烤肉香气瞬间溢满整个山洞。这丫头一边添柴一边偷偷瞄我，觉得我整个人都变得成熟稳重了。要知道老猎户组队都搞不定的雪原狼，被我连杀2只还带回了战利品，这头狼足够家里撑过好长一段时间不饿肚子了。我把烤得外焦里嫩的狼肉递给他，虽然连一粒盐巴都没放，但芬芳一口咬下去简直香蜜糊了。从小到大他连肉末都没见过几次，更别说这珍贵的烤狼肉了。哥你也吃。见我忙活着烤肉，他满脸期待地把肉串递到我嘴边，我微微一愣，随即大口撕下一块狼肉。两人狼吞虎咽，吃饱喝足，又烤化了干净的鸡血，猛灌了几口血水。眼看天色将晚，必须立刻下山，否则摸黑一脚踩空掉下悬崖必死无疑。至于那只掉下深谷的短尾公狼，只能等明天再来收尸。哥，这蛇咱不带走吗？我连连摇头，毒蛇肉绝不能乱吃。可我手底下的动作却没停，捏着青刀精准挑出那颗极品的蛇胆，这可是能清肝明目的上等中药。我小心翼翼用树叶包好，揣进口袋里，让芬芳扛着红缨枪，自己则一把将沉甸甸的狼尸扛上肩膀，大步流星往山下赶。一路上我浑身肌肉紧绷，生怕这浓郁的血腥味引来狼群或是别的大型猛兽。万幸这一路出奇的顺利，除了撞见一只野兔再无波澜。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赶回村口时，天色已经彻底黑透。哥哥，是哥哥回来了吗？远处传来小妹江绵绵清脆的呼喊。今晚皓月当空，皎洁的月光将几十米外照得宛如白昼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小丫头正兴奋地朝我们狂奔而来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结果我话音刚落，扑通一声，她就栽进血窝里。我暗骂一声自己乌鸦嘴，一把甩下肩上的死狼，快步冲过去将她扶起。摔疼没啊？不疼。小丫头顺势抱住我的大腿，一转眼就看到了身后的芬芳，兴奋地大喊：娘，二姐被找回来了！就在这时，母亲齐翠娥裹着破棉袄匆匆迎了出来。要是我们再不回来，她估计要在院子外冻一宿。她狠狠瞪了芬芳一眼，眼底却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死丫头，害你哥进深山找你，以后再敢任性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芬芳乖巧地抱起小妹，连声认错。紧接着我转身一把将地上的死狼重新扛回肩上，大步跨进院子。那是狼。当老娘借着月光看清我肩上的庞然大物时，吓得双腿一软，连连后退。娘别怕，是死狼。我赶紧出声安抚。这真是你杀的？老娘的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活了大半辈子哪见过这么凶悍的野兽，还是自己亲儿子猎杀的。娘，不仅是哥哥杀的，他一个人就杀了足足2只呢。芬芳挺起胸膛，满脸骄傲的抢答。旁边的绵绵吓得缩成一团，不敢出声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大灰狼专门吃不听话的小孩，但大眼睛却又忍不住好奇的偷瞄。我地老天爷，你们竟然遇到狼了还没受伤！老娘脑补着我跟恶狼生死肉搏的画面，吓得浑身直打冷战，连根汗毛都没伤着。娘，咱快进屋说外面要把人冻透了。老娘连连点头，帮着我拖起沉重的狼腿搬进院子。我支持小妹端来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借着微弱的光线抽出青刀，手法熟练的宛如庖丁解牛。转眼间剥下狼皮，卸下2条肥美的狼腿，又割下几斤精瘦肉丢给老娘拿去炖肉汤。绵绵蹲在我身边，满眼崇拜。哥哥你不怕大灰狼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嘴角勾起一抹骄傲的弧度。都被哥哥宰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就在我挥刀猛劈狼骨头的时候，院子外猛地传来一阵粗犷男人的大嗓门。这儿可是江芬芳家。随着一声暴喝，一个膀大腰圆5大3粗的壮汉直接推门闯进院子，手里那把刺眼的手电筒光束毫不客气的直直对在我的脸上。手电筒刺眼的光束在我的脸上猛晃了一下，紧接着又死死对准了我娘齐翠娥。我是刘大奎，稀罕你家芬芳，只要把她嫁给我，我立刻出30块聘礼。刘大奎，这恶名昭彰的老光棍居然敢找上门来！我疼的一下站起身。我女儿还小，暂时根本不考虑嫁人。我娘气得浑身发抖，可一想到咱们孤儿寡母的，实在惹不起这种无赖，只能硬生生把火气咽进肚子里。谁知这刘大奎脸皮比城墙还厚，竟然嬉皮笑脸的凑上前，先定亲也行啊，以后我做你们家的姑爷，保证没人敢欺负你们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打我二妹的主意！我发出一声冷喝，大步朝他逼近。大林子，我娘死死拽住我的胳膊。这刘大奎可是出了名的地痞流氓，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，可我根本没把他当回事，一把甩开手，径直站到他面前。这孙子显然早就把我的底细摸透了，认定我是个任人欺负的怂包。他满脸嚣张的抖着腿，江林啊，以后我就是你妹夫，虽然你说话难听，但我大人有大量，绝不跟你计较。我差点被气笑，这无耻之徒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货色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收起你那龌龊心思，立刻滚蛋，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然而刘大奎非但不惧，反而摇头晃脑的冷笑起来。你奶奶可是收了我的好处，亲口答应把芬芳嫁给我，你一个小屁孩说了根本不算。我家跟那个老巫婆早断了关系，她放的屁更不算数。我眼神骤然转冷，是你自己滚，还是要我打断你的腿扔出去？这下完了，彻底把这个活阎王给得罪死了。我娘慌不择路的把我死死挡在身后，你快走吧，若是
再敢无理取闹，我拼了命也要找大队长主持公道。结果刘大奎彻底撕破脸皮，嘴角勾起一抹极其邪恶的冷笑。老子看上的人，你们同意得嫁，不同意也得嫁，除非你们这日子不想过了。我娘心头猛地一沉，面对这块滚刀肉，只能强颜欢笑求饶。你这么优秀，啥样老婆找不到？求你放过俺家芬芳吧，丈母娘，我来就是定亲的。大师算过，明天就是黄道吉日。就在此时，芬芳疯了一样从里屋冲出来，休想，我就算死也绝不会嫁给你。刘大奎的目光瞬间死粘在他身上，那种充满侵略性的眼神简直让人作呕。谁让你出来的？快回屋去！我娘厉声呵斥，拼命把芬芳往屋里拽。芬芳嫁给我吧，保证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砰！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记重拳狠狠砸在刘大奎的面门上。刘大奎顿感天旋地转，眼冒金星，伸手一摸，满手都是鼻血。他足足愣了3秒，打死也没想到我这个怂蛋竟敢动手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抡起巴掌朝我脸上狠狠呼来。我心里门清，对付这种烂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，必须一次把他打到灵魂发颤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眼疾手快，死死钳住他的手腕，紧接着腰部猛然发力，一个极其狠辣的过肩摔，直接将他那庞大的身躯狠狠砸在冻土上。一声杀猪般的惨叫瞬间划破夜空。大林子，别打了！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，我娘吓得面如土色，只觉得这日子彻底毁了。芬芳更是僵在原地，不敢相信我竟然为了他痛打刘大奎，这还是以前那个懦弱的哥哥吗？江林，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刘大奎丢尽了脸面，一咕噜爬起来就要跟我拼命，结果他还没站稳，我抬腿就是一记势大力沉的窝心脚，他被踹得连续倒退数步，像个翻盖的王八一样四仰八叉的瘫在地上。我娘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，根本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猛。刘大奎更是憋屈的快吐血，说好的胆小怕事呢？怎么在自己面前如此不堪一击？把话给我刻在骨头里，再敢踏进这院子半步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！我步步紧逼，浑身杀气沸腾。与此同时，芬芳竟然抄起青刀也冲了上来。我哥连深山里的狼都敢杀，你以为他在吓唬你吗？刘大奎不屑的撇撇嘴，认定我们在胡吹大气。杀狼？老子还说杀死过老虎呢，你们信吗？哥哥真的把大灰狼杀了。紧接着绵绵抱着那颗硕大的狼头艰难走来，砰的一声直接砸在刘大奎脚边。不会拿个狗头来忽悠人吧？刘大奎心下狐疑，立刻打开手电筒一照，这一看吓得他面如死灰，这他妈还真是个死不瞑目的血狼头。我顺手从芬芳手里夺过青刀，眼神中闪过一抹森然杀机，不想跟这头狼一个下场，从哪来的就滚回哪去。嗖，锋利的青刀脱手飞出，紧贴着刘大奎的大腿根死死钉入地下，只要再偏半寸就能直接把他变成太监。我的天亲娘呀！刘大奎吓得浑身狂抖，裤裆差点湿透。江林，我跟你没完！他像条丧家犬一样连滚带爬逃出院子，我大步追到门口，盯着他逃离的方向，眼神凛冽如冰。大林子啊，你这是闯下弥天大祸了！刘大奎这种活阎王根本没人敢惹啊，赶紧去你姥姥家躲几天吧。我娘这辈子老实本分，深知这种地痞流氓岂会善罢甘休。芬芳也彻底慌了神，拼命推着我往外走。我缓缓收起锋芒，根本不怕他来报复，就怕这孙子没胆子来。他要是敢再踏进这门槛，我直接废了他。就算闹到公社，咱们也不怕。可娘担心他对你下黑手啊！我连狼王都敢剁，还怕他一个无赖？这肉也该炖熟了吧？大门一锁，一家人进屋准备开饭，吃着香喷喷的炖狼肉，绵绵狼吞虎咽，一不留神噎得直翻白眼。可我娘却愁容满面，连一口汤都喝不下去。谁知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院外就传来一阵极其嚣张的吵闹声。我一脚踹开房门冲了出去，院子里乌泱泱站着一帮人，领头的竟是原主那个冷血奶奶。刘大奎赫然也站在其中。翠娥，大林子把人家奎子打成了重伤，你说今天该怎么赔吧？这老太婆嘴上兴师问罪，那双贪婪的老眼却死死盯着晾在院子里的极品狼皮。明明是她昨晚先登门挑衅，大林子气不过才动的手。我娘赶紧上前辩解，老子的鼻梁骨和肋骨全断了，今天不赔200块钱这是没完。刘大奎嚣张的跨前一步，故意掀起衣服露出腰间那把明晃晃的匕首，打伤了奎哥必须赔钱。跟在旁边的一个黑瘦猴子立刻狂吠附和，俺家连锅都揭不开，哪来的200块？你说骨头断了有证据吗？我娘绝不会任由这帮畜生讹诈，当然断了，老子就能作证。那黑瘦猴子发出一阵极其猥琐的奸笑，要是赔不起钱，那就拿你女儿芬芳抵债。刘大奎，你居然带人来敲诈勒索，看来昨晚我下手还是太轻了。我一把将母亲拉到身后，浑身肌肉瞬间紧绷，就是你小子打的奎哥，真特么活腻歪了。这猴子想在主子面前邀功，不知死活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猛然间我悍然出手，一把钳住他的手指，狠狠反向一折，咔嚓，骨头断裂的脆响令人牙酸，那家伙疼得哇哇乱叫，刚要骂娘就被我一记鞭腿直接踹飞。刘大奎眼神阴毒至极，右手下意识摸向匕首。就在这时，那老太婆居然摆起长辈的臭架子，当众持凶伤人。大林子，你掂量过后果吗？我彻底把他当成了空气。就在刘大奎拔出匕首的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宛如猎豹般欺身而上，死死钳住他握刀的手腕，猛地一反，下一秒冰冷的刀锋直接死死压在了刘大奎自己的脖子上。有种你就杀了我！刘大奎万万没想到我的身手恐怖到这种地步，吓得连舌头都打结了，但心里依然笃定我不敢下死手。混账东西，你想干啥？还不赶紧放开他！老太婆先是一愣，随即仗着我不敢还手，抡圆了胳膊就朝我脸上狠狠抽来。啪！一记无比清脆的耳光声瞬间响彻院落。然而挨打的根本不是我，而是刘大奎那张横肉乱颤的胖脸。就在老太婆落巴掌的瞬间，我极其巧妙地拿刘大奎往前一挡。死老太婆，你他妈敢打我！刘大奎
气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要不是脖子被刀架着，他早就一脚把这老东西踹飞了。哎呦，对不住啊，我不是打你。老太婆吓得魂飞魄散，转头冲我疯狂咆哮，我要打的是你这个混账，谁让你躲开的？我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嘲讽的冷笑，这老东西也就只敢在自家人面前耍威风。刚才我手一抖，差点切断他的气管，你要是真想让我杀了他，直说就行，胡说八道。大奎可是我内定的亲孙女婿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老太婆话还没说完，我娘彻底爆发了，大林子才是你的亲生孙子，我爹可是你亲儿子，你护着外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等你100年之后有何颜面去见他？我娘声泪俱下的控诉，岂料这老太婆唾沫星子横飞，满脸的理直气壮，永生是我亲儿子，到了阴曹地府也得对我尽孝，倒是你这克夫的扫把星，竟敢忤逆我！他那枯瘦的手指差点戳进我娘眼睛里，还不快让大林子把人放了，想把天捅破吗？就在这时，旁边突然传来一道极其尖酸刻薄的声音：大嫂，江林确实无法无天，你要是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必定闯下大祸。我猛然转头，这才注意到三婶何春妮竟然也躲在人堆里看笑话。我爹活着的时候可没少帮衬他们，结果他一走，这帮吸血鬼全露出了獠牙，偏偏就是这个何春妮到处造谣我娘偷男人，差点把我娘逼上绝路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我眼神瞬间冷得能杀人。三婶的意思是，我不该打这地痞流氓，就该伸着脖子任他讹诈，对吧？何春妮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我这是为你好，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。眼看局面越闹越僵，我娘刚看到狼肉带来的活命希望，实在害怕闹出人命，大林子，听娘的，快放了他吧。然而这老太婆为了讨好刘大奎，竟然满脸谄媚的凑上前，大奎啊，你千万别怕，我这孙子向来胆小如鼠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伤你。刘大奎嘴角剧烈抽搐，昨晚的毒打还历历在目，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认怂以后还怎么混？他只能硬着头皮装大尾巴狼。江林，我是真心稀罕芬芳，只要你把她嫁给我，我当场出100块钱聘礼，你打伤我的事也不跟你计较了。死到临头还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吗？我发出一声极度暴力的冷哼，手腕骤然发力，噗嗤，锋利的匕首直接在他的猪耳朵上扎出个通透的血窟窿，鲜血瞬间狂飙而出。那黑瘦猴子见识到我这不要命的狠劲，吓得双腿直打哆嗦。刘大奎下意识死捂住耳朵，疼得连连后退，他面目狰狞的死盯着我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你竟敢！老太婆也被我这狠辣的手段彻底镇住，回过神来立刻冲我娘发难：翠娥，快带大奎去找孙半仙包扎。我娘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本能的就要点头答应。娘，你别管，我一把将母亲拦下，紧接着犹如一头嗜血的猛虎直接扑向刘大奎，砰，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的脖子上，刘大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。就在众人的惊恐尖叫声中，我已经死骑在他的脖子上，当啷一声扔掉匕首，我的双拳犹如狂风骤雨般疯狂砸向他的脑袋。这一次，我非要把这畜生打出心理阴影不可。老太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她根本不是心疼我，而是生怕这黑锅砸到她自己头上。疯了，江林疯了，快拉开他！何春妮更是吓得张大嘴巴，太冲动了，看你怎么收场！我全当他们在放屁，铁拳跟不要钱似的疯狂输出，这分明是往死里打的架势。刘大奎哪还敢硬撑半句，撕心裂肺的连连求饶：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这才堪堪停手，铁钳般的大手死卡住他的脖子，眼中杀机四溢。错在哪了？为了保命，这无赖连最后一点脸皮都不要了。我不该闯进你家院子，更不该讹诈。还有呢，砰！我抬手又是一记重拳，我发誓再也不惦记芬芳了。对上我那吃人的目光，刘大奎吓得肝胆俱裂。我娘生怕真闹出人命，赶紧上前拼命把我拉开。你先去包扎伤口，花多少钱我回头给你。他敢要吗？我做事又要往前扑。刘大奎吓得脑袋摇成了波浪鼓，是我自作自受，不要任何赔偿。我冷冷地点了点头，算你识相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记住你说的话，滚！刘大奎如蒙大赦，逃跑前眼神极其阴毒地剜了老太婆一眼，带着那个猴子连滚带爬的跑没影了。老太婆被那眼神盯得心脏猛地一抽，心想这煞星怕是记恨上他了，他立马跳脚开始跟我撇清关系。江林，你真是长本事了。刘大奎吃这么大亏能善罢甘休吗？他大爷可是狩猎队的队长，你惹得起吗？何春妮赶紧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娘，江林就是个惹事精，咱们绝对不能被他牵连了。你说的对，必须立马撇清关系，去帮我把狼皮拿过来。老太婆眼珠子咕噜噜乱转，死盯着院子里那张极品狼皮，这要是拿到黑市去卖，少说也得赚个大几百块。何春妮看到那张狼皮更是两眼直放绿光，抬腿就要去取，那是我家的狼皮，你们是打算大白天明抢吗？我发出一声暴喝，直接镇住他们。怎么说话呢？我拿去做件衣裳穿，那是你该尽的孝道。老太婆满脸的理直气壮，转头就冲我娘发号施令：翠娥，还有狼肉吗？多给我拿一些带回去给老二老三家分着吃。有的。我娘嘴笨不会撒谎，赶忙补充道：那可是大林子拿命换回来的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快去拿。我娘满脸委屈的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刚要进屋，就被我一把死攥住胳膊。咱家狼肉就算多得吃不完，也不能随便送给白眼狼。我转头死盯着这俩吸血鬼，你们两个立刻滚，想要狼皮狼肉自己上山打去呗。何春妮那张厚脸皮刷的一下涨得通红，尴尬的看向老太婆。老太婆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是上山打狼还是去喂狼啊？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！我不屑的冷笑一声，少给我乱扣帽子。可是你刚才嚷嚷着要跟我家断绝关系的，狼皮我要留着给芬芳和绵绵做衣裳，没有你的份儿。至于狼肉，哪怕扔出去喂狗，也不给你们一丁点。何春妮被对的脸色铁青，彻底破防了，竟敢骂你奶奶！等你三叔知道，看他不打断你的腿。老太婆更是气急败坏，现在就去把老三叫来，狼皮我要定了，胆敢不给，让老三揍他。
叫谁来都没用，我寸步不让。万万没想到这老东西能难缠到这种地步。我娘深知家和万事兴，既然已经得罪了刘大奎，自家人实在不能再起内讧了。大林子，要不就把狼皮给你奶奶吧，绝对不给！我断然拒绝。这老太婆不仅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还偏袒外人，哪怕是一根狼毛，她也休想拿到。就在这时，院外突然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男声：“听说刘大奎来了，他人呢？”老太婆一看来人，顿时两眼放光，狂喜不已。来的正是我那三叔江永昌。老太婆立刻给何春妮疯狂使眼色，何春妮心领神会，立马换上一副不高兴的嘴脸迎了上去：“老公，你来的正好，咱娘想把狼皮拿回去做身衣裳。”江林不同意就算了，还骂咱娘呢。我娘一听急了，赶忙上前解释：“三弟，事情是这么回事。”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老太婆直接一嗓子强行打断：“永昌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江林长本事了，动不动就骂我，狼皮不给就算了，我要点狼肉给你们两家分点。”江林却说喂狗也不给。江永昌眉头瞬间死死拧成了一个疙瘩，满脸怒容的看向我：“大林子，为啥骂你奶奶？你不解释一下吗？”我冷冷的在他身上扫了两眼，问你媳妇去。何春妮立马在一旁冷冰冰的添油加醋：“你不给狼皮狼肉还骂人可是事实，老公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吧？”老太婆紧跟着板起脸在一旁附和：“这次要是不好好教训他，以后说不定连我都敢打。”江永昌眼中怒火更甚，指着冻土对我疯狂咆哮：“立即给你奶奶跪下认错！”我看着这个只听一面之词的糊涂蛋，心里一阵冷笑：“三叔，你连原因都不想知道吗？不管什么原因，都不该骂你奶奶。跪下，别逼我动手！”我娘吓得急忙冲上前挡在我面前：“老三，今天这是咱娘也有不对的地方，闭嘴，休想袒护你儿子！”老太婆毫不留情地打断我娘，根本不给她开口的机会。江永昌更是把责任全推到了我娘身上：“大嫂，你眼睁睁看着他骂咱娘也不阻止，你也有责任，你们娘俩必须一起道歉。”我娘反而被噎得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我的目光瞬间变得极度冷冽，这分明就是明目张胆的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三叔，你不知道事情真相，根本没资格掺和。哟呵，翅膀硬了是吧？今天我就替我大哥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怎么做人。江永昌想起我以前那副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窝囊样，气焰越发嚣张，猛地抬起一脚就朝我狠狠踹来。谁知我非但不躲，反而如闪电般探出手，一把死死钳住他的脚踝。紧接着我腰部猛然爆发出恐怖的力量，用力向外一甩，扑通！江永昌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整个人直接在半空中翻转，狠狠砸在地上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何春妮吓得尖叫一声，疯了一样扑了过去。江永昌狼狈不堪地爬起来，感觉肺都要气炸了。好啊，你个混账，今天不打服你，老子就不姓江。江永昌刚摔在地上，竟然一咕噜爬起，再次朝我恶狠狠地扑来，手下别留情。老太婆不仅不劝架，居然还在一旁狠毒地出声提醒：“别打了，我认错。”我娘吓得猛冲上前，死死拉住他，却被江永昌一把用力推开，当场一个踉跄，狠狠摔在冻土上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的怒火瞬间彻底炸开。砰！我的拳头如闪电般猛然挥出，一记重拳狠狠将江永昌砸翻在地。这下老太婆彻底慌了神，急忙扑过去查看她宝贝儿子的伤势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不停咒骂我。何春妮更是气急败坏到了极点：“你敢打我老公，老娘今天就打你娘！”她像疯狗一样大叫着朝我娘直扑过去，可我哪能让这泼妇得逞？就在她冲过来的瞬间，我猛地伸脚一绊，何春妮当场飞出去摔了个狗啃泥啊！我不活了！她面部着地摔得满脸是血，发出杀猪般的凄厉惨叫：“闭嘴，别在我家里狼嚎！”我发出一声极度森寒的冷喝。就在这时，江永昌在老太婆的搀扶下摇摇晃晃站起身，双眼喷火的死盯我：“大林子，你骂你奶奶又打你三婶，可真有出息啊！”我毫不留情的当场对了回去：“这老巫婆刚才干了啥？你瞎了看不见吗？还有我三婶，她想打我娘，自己没站稳摔个狗啃泥，关老子屁事！”紧接着我转身一把扶起我娘，大步逼向江永昌：“你敢推倒我娘，就是对长嫂不敬！你结婚的彩礼酒席全是我爹出的血汗钱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”江永昌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那张脸瞬间涨得通红。谁知老太婆恬不知耻到了极点，竟然梗着脖子大喊：“我大儿子挣的钱全都是我的，拿来给他三弟娶媳妇，天经地义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。”他生怕江永昌再挨顿揍，放完狠话就拉着他灰溜溜的跑了。大老远还能听见何春妮撒泼的怒骂：“江永昌，你要是不给我出这口恶气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”看着他们滚蛋，我娘有气无力的长叹一声：“大林子，你不该打你三叔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他满脸担忧的看着我：“要不你多拿点狼肉，连同那张狼皮，一并给你奶奶送过去赔罪吧。”